年前的一天，老婆要出远门，临走前她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她让我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一定要让孩子把头发剪短。孩子的头发已经大半年没剪过了，确实有点长，我看着都感觉热，但每次让他剪，他都坚决不同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当老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时，我很为难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我想到个主意，既然软硬都不行，那不如就来阴的。我可以趁孩子睡觉时帮他剪头发，这样他的头发就会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变短了。虽然我没给孩子剪过头发，但我感觉应该不难，可能跟摘芹菜的原理差不多吧。于是我决定自己帮孩子剪头发。为了执行这个计划，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。首先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，了解理发的基本原理。接下来又做了一些基础练习，快速掌握理发的手法，学以致用。最后，我还特地咨询了专业的法律意见，确保万无一失，一切都准备妥当。于是，一天晚上凌晨2点钟，我爬起床开始行动。我一只手拿着小剪刀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照明，开始鬼鬼祟祟地帮孩子剪头发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一些问题。有孩子的家长都知道，一个小朋友在睡觉时的运动轨迹是一个完全无规则的运动，这意味着我不能想剪哪儿就剪哪儿，而且剪的时候我必须一只手拿着剪刀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控制公园，这样非常累。因此我果断决定，这次的理发计划分1个星期完成，每天剪一点，这样孩子也很难发现自己的头发变短了。同时我还需要一个稳定的照明设备，我需要再买个台灯。于是凌晨3点，我强忍睡意，在网上随便买了个台灯。我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执行着，第1天的成果还算不错，第2天已经初见成效，孩子后面的头发已经明显短了很多。第3天，我收到一个快递，非常大，而且是到付的，光运费就300多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最近好像也没买什么大件的东西，不会是朋友寄的香肠吧？拆开看了一下，是一个灯。前几天为了给孩子剪头发，我在网上买了个台灯，但很明显，这玩意儿根本不是台灯，而是一个路灯，就是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那种路灯。我第一反应是卖家记错了，赶紧打开购买记录看了一下，发现没错，就是我买的。那天我买的时候快睡着了，看图片感觉是个台灯，我就买了，而且卖家还跟我确认了几次，但我根本没看到。这可怎么办？也不能随便就扔了，会给保洁阿姨添麻烦的。我想了想，也许我可以把它摆在书房里，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，应该是种很特别的感觉。但我试了一下，发现根本不行，这也太亮了，在这下面看书，眼睛会变瞎吧？而且在家里摆个路灯也太奇怪了吧？如果有什么办法让它看起来自然一点就好了。第2天，我出门买了一些装饰品，经过半天的改造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其实在家里摆一个路灯也没啥奇怪的，摆一棵大树才真的奇怪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老婆平常很喜欢一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儿，也许这个路灯只要稍微改造一下，就是一个不错的礼物。几天后，老婆出差回来，看到客厅里摆的这个东西，问我这是什么。我说这是我打算送你的情人节礼物，世界上唯一一个贴钻的路灯，是不是非常好看？老婆很生气，问我这东西哪来的。我跟她说，这是买来给孩子剪头发用的，你看孩子的头发是不是变短了？这时孩子听到我说的话，发现自己的头发变短了，突然哭了起来，说自己要像爸爸一样难看了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他之所以不想剪头发，是因为他觉得爸爸之所以丑，是因为头发短，只要头发留长一点，就能像妈妈一样好看。那天我受到了双重打击，我决定为了孩子改变自己。我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，每天都偷偷用老婆的化妆品精心打扮一下。有天我在做面膜，孩子问我为什么要在脸上涂这些东西，我说涂了之后就会变得好看。孩子很好奇，问我是不是涂在什么东西上都会变得好看，能不能给他的恐龙玩具涂一点试试，他想看看有什么变化。我用的这种面膜是一种涂在脸上的专门去黑头的面膜，我感觉涂在玩具上应该也不会怎样吧。于是我帮他往恐龙的脑袋上涂了一些。10分钟后，我把恐龙头上的白泥洗掉，发现还是有些变化的。恐龙的眼珠子没了，可能是被当成黑头吸走了。孩子让我把恐龙眼睛给他找回来，我说眼珠子肯定是找不回来了，但你有没有兴趣要一个非常酷炫的镶钻的恐龙？孩子哭得更厉害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再给他买个新的了。最后我还专门去这个面膜的官方店铺问了客服，他们听了我的问题后研究了一下，说他们很重视我遇到的问题，他们可以帮我孩子买一个新的玩具恐龙，但需要我答应他们一个条件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孩子的新恐龙玩具早就不玩了，那个漂亮的路灯也被我送给了朋友，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当你打开科研室天猫官方旗舰店时，在白泥面膜产品介绍里的这张图片。